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桃花指引，桃花指引很简单，就很直接，桃花指引哈。那记得哈，不同的影片会有相同的讯息，你要留意。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给你们一点时间做选择。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那我们不啰嗦，选好了就开始了。你们好哈，那我们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的指引吗 ？No， 是桃花的指引哈。来，我们这一次会用五个方位，应该不能说方位啦，5个事件点，5个情境里，然后展开来看一下哪一个事件跟情境里的新恋情最有可能会出现。好。这样哈，我再让它自己展开来哈。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先直接来看。好，那我来先帮它打开它的图样哈。哦。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可能会在你工作以外所参加的团体，或是参加的教会啊、宗教的活动啊，或是其他的身心灵的课程啊、教育的课程，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的，跟你的本职本业没有关系的一个场合里面，你很有可能会，他会在那边出现，然后他已经本来就在那里做事了，你。对他来说，你才是那一个环境里面的新的人。他是在那边已经做事了。那这一条路线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是，它没有那么明显，它一直在你附近环绕，跟你一直处在一种很平衡、很协力的关系里。这个意思是说，它其实一直在你附近出现，可是你一直没有察觉到它。你们维持了一种可以类似恐怖平衡，然后是完美平衡的状态。怎么说呢？有可能你们去到那个场所去参加那个活动的时间不太一样，你去的课程跟他的课程不一样，有可能他是里面的教的教师，补习班里面的教师，可他教的课程的时间跟你去上的那个课程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你们有一种时间上的错开，空间上的合适那整个环境构筑你们恋爱，构筑你们互相看对眼的能量一直都在，可是对于时间点。好的时间点，好的相遇的时间点却没有被照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哈。我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的确有很多东西都有一层雾，都有一个休眠状态。即便已经告诉了你那一个场所，你现在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现在如果你没有参加其他各种，你上完班上完课回家就在家里的话，这一条线会断掉哦。这一条线会断掉，因为这边在说另外一个场合，你去学习，去创造了一个额外时间的社群活动。如果你有去健身房，你有去学语言，有额外的课程这种，或是去做义工、去教会服务、宗教的服务这种，那这一条线就会出现。然后它在那里啦，可是那一股创造你们连结的事物。事情、事件还没有出现，但是有那个能量，那一个要让你们出现的那一个事件，现在处在一种休眠状态，也就是说，那一条故事线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是说，现在那个环境没有，那这边没有看到那一个桥，搭出那个桥让你们相遇的事情，可能还要再过一阵子后，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个。迷雾才刚起来，然后双方是没有往爱情的方向有动静的，可是却有很不错的和谐能量。这个也重复讲，也就是说啦，你们在不久后确实是会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的啦，而且，当彼此的角色、彼此的重要性有点像是18赖被照到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你们感情、爱情触发的。瞬间只是现在看起来是以事件点来说，并没有那一个触媒那这样的话，我看一下好了。
我针对中间这一条翻3章来看一下，对于你们感情连接的那一个事件点是否要发生，还是怎么了哈？为何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哈？哦，还很远，还没有，还在变化中。那就是还没有，需要一些时间等待哈。那不急哦，至少你们现在已经在还不错的附近的位置了啦。哦，还不近的附近的位置了。你现在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看一下哈，不要放就是，一个属于可能跟你的现况跟你的能量各方面差异性比较大的那一个方向的事件方位，它怎么说哈？这个恋人的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让你们交集的事件哈，会因为其他人认识，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去了某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认识了不熟的人之后，有一些意外惊喜哦。在这个意外惊喜之后，这一个新的桃花恋情就有可能会跑出来哦。对耶，这边有说在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是受到邀请哦。那你这个远的讯息，远道而来的，好，这边有几个讯息哈。如果你有一个老同学、老朋友邀请你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什么的话，不要拒绝要去哈，因为那边可能是你不熟悉的新的朋友圈，也是你不熟悉的。可是那一个新恋情的发生的契机，似乎可能性有偏高，因为到那边之后会发生2件事：第一，你会很意外的，你跟那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的人很热络的交往，你觉得你很适合在那边跟他们交朋友的速度也蛮快的。那里面的人有很多都是很有自我主见的，很有自我理想的，讲话可能会有点高傲，可是你不讨厌，你还蛮喜欢的哈。那群人的生活各方面离你还蛮远的，可是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感受到很强的协调性，无论是讨论工作啊、自己的梦想啊、生活的方式啊那种，你觉得很奇妙的是，明明在你眼前的这些人看起来跟你好像格格不入的，你从来也不认识这样子的人，是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人。除了把你带领去的朋友是你比较熟悉之外，其他很多东西都是很陌生的。可是却很意外的跟任何人交谈之后，你就觉得，难道自己是属于这一群的吗？哈，那这一个时候，这个能跟你有新恋情、桃花发生的人或事，会在这里发生。哈。那你会受欢迎，以桃花的职任来说，你在这里会受欢迎，因为你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你会在自我挖掘一个新的自己跑出来，觉得说，原来我自己有一些没被开发的兴趣，在这里会被开发，所以你在这边会找到蛮对谈的人。所以他这里有可能会有恋情开花结果的状况，因为你对他，他对你都觉得还蛮新奇的。基于这个点，总之啦，这个方向要记得，如果你有一个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最近突然出现了邀请你去参加一个什么 party 什么来认识，或是你在网络上又跟他聊起来，就觉得还不错，结果他们说要去吃饭什么，你就去，因为这一个开启新局的能量还蛮强的哈，因为它有一个拉扯，有一个吸引，而且进去之后会有蛮强的水能量，它有一个很熟悉的水能量，还有一个很高度的平衡能量，都是你预测不来的，而且确实会有蛮多的意外惊喜的哈。好，来，这是其中一个路径哈。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你所期待的方向，你原本自己所期待遇到恋人的方向的牌怎么说哈？这边先说，他说你所期待的方向似乎不会如你所愿啦哈，就是事情的发展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你以为你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你的新恋人，可是他觉得这里的可能性好像偏不大哈。第2章也是还好，第3章也是觉得路径蛮远的。那再来这里还是说，可能这里比较不适合恋情，比较适合扎扎实实的交朋友。那再接下来也是哈，除非有这个路径，就是这一条路径，我要跟你说的是，你曾经想象说你要在哪里遇到你喜欢的人，我们就讲一个肤浅的，就是说你希望你遇到的是个有钱人，你希望你在有钱的环境里面遇到你喜欢的人。好，就像有可能像电视剧一样啊，想说要当空姐才可以在当空姐的这个工作里面遇到有钱的人，这样子的一种类型的渴望，就是你以为你想要遇到什么样子的伴侣，你也在努力遇到，你每次都渴望在那种环境遇到什么样子类型的人的这一条路径，就是这一条线。但是这一条线告诉你说，
这条路径上有很多人都在竞争这一条路了，然后你可能比较不适合，而且你也不太听得到，也没有那么强的敏感度，跟别人竞争起来你会比较辛苦。再来，你的语言模组、你的感受在这里可能会很辛苦哈，因为你不是原本就适合那一个方向的人，你必须学习更多，你必须受伤更多，才能够比较走向跟他们一样的路。那，嗯，哎，嗯，他在讲这一个旅程哈。这个旅程你必须要学习的更多啊，你才能够在那里比较适应。可是他并没有说你所追求的那一个想要遇到新恋人那个方向是顺的，也没有说你努力下去之后就会得到。它有点像是说，你越陷入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困难重重，这样。他还是比较希望你走在一个你感受到心境非常平稳的环境、舒适感、自在感的环境里面去寻找自己的恋人会比较好啦。哦，那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往这个方向走的话，终究会出现一个贵人，或是提示你的人，提醒你的人会把你叫醒，告诉你说此路不通。等到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浪费了蛮多时间的，因为你终究要醒。哦所以那一条你所向往的恋情，可能那条路是不通的哈。所以目前翻到的话，就希望你转换一下新的念头哈。那这里的新的念头的概念，我觉得会比较像是说，你还是需要多认识一下自己本来的样子，而去找会喜欢你本来样子的人比较好。好，不要太过于重视你所向往的爱情生活跟未来的生活，而去攀爬更高级数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级数比较低，而是你该向往的高级数可能不是这一条故事线，你应该要再去更自在、更轻松的路线，自然而然的往上升级，自我内在升级，你就会遇到跟你对等内在的人。有的时候，你现在所追求的是你眼前的一个执迷跟一个眼盲啦，而且人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心态，就是越是得不到，他越想追求，越想努力，然后努力之后得到一点点，就觉得这些是你努力所得到的收获。可是实际上，你只是在更辛苦的路上，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加分。可是你在自己更自在、更顺遂、更适合你的世界的时候，你很多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很成功，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吸引到真正了解你内心的人。好吗？他要讲这条路是这条给的路径的其实是这个哈。来，我再看另外一个，这一条路径要讲的是比较扎实规划的路径啦，也就是说你没有特别期盼爱情，你只讲说你把自己好好的过好之后，在这个路径上面会不会遇到适合你的人呢？好，我看一下，来。好，目前说是哈，你只要扎实的、慢慢的把你的生活往下走下去过，这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而且都是比较完满的状态哈，都是达到一个10的完满的状态哈。只是这一条路径可能要走的比较久，它不会立即显现，不会立即显化哈。还有，他希望你。从此，如果你已经打算是这样子慢慢的遇到随缘的遇到，只先把自己过好的话，那你之前的恋情的伤口你也要整理一下。这边似乎说以前恋情的伤口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哈，有的时候在一个夜晚午夜的时候，还会在那边回顾，在那边难过以前所做错的事情，还有一些内心的挫折感。这个需要立刻跟快速的去做一些心灵的学习跟阅读更多的书，或是去找更有智慧的人，去帮你清除一下内在的这个感觉哈。因为这个东西困扰你太久之后，你会慢慢的不相信你的这一条扎扎实实的把自己提升，慢慢走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路，最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人哦哈。你那个内在的心魔要剔除一下哦哈。他如果这样子不正常化的话，不清楚的话，要再清晰的时候要淡忘哈。你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个内心的黑暗的那一面，午夜时分的时候，每次都在困扰你的时候，那个寂寞跟孤单感会被挖掘出来啊！哈，那记得啦，哦，
很简单的方法，多去认识更多的人哈，认识更多的人没有要你立即的恋爱，你就认识更多的人，听更多人的故事，去国外看看别人的外国人的表情、外国的文化哈。记得跟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聊天，有一个好处是你会看到他们的表情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相对于你去辨识一个人的心灵的美好之后，你再回顾你以前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以前喜欢的人有点太单纯、太单调哈。虽然这是一个很强力的比较期，可是它能够让你健康，能够让你更加速的往前走了哈。虽然这是一个很犀利的做法了，可是有的时候你内心的心的宽广度不够宽广，你看不到更好的人的表情、眼神跟灵魂。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哈。那但是这一条路，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最扎实的一条路。先把自己培养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自己生顾好，提升好，走在一个不需要任何人成为你的恋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反而更容易找到跟你旗鼓相当的恋人，他能够帮助你，能够对你很好，还可以一起生活。只是这一条路一开始就被设定是比较远的，要走的比较久的。那这一条遇到他之前的路，记得他这边说，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心灵的清澈感，也要把它训练起来哈。这是比较稳的，但是会比较久。好，那这边前面的是比较随机的，会到比较其他的位置去寻找哈。好，那再来最后一个是对于一见钟情的发生的可能性的这一条路，我来看一下哈。哦，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两张牌就已经显露出这一件事情。哦，哦，这两张牌就已经说是有可能的。那一个一见钟情的门其实有打开，可是你还没有找到哈。可是你有你的路径上有在前往去寻找这一扇门，确实是有。但是在走到这一条路径上，可能差不多才走到一半哈，就是说这个门可能还没有打开，但是你走的方向是对的，表示说接下来有可能有一见钟情的情况会出现。然后记得多去参加朋友的邀约，多跟朋友在一起哈，这个一见钟情遇到新的人的机会跟状况比较高哈。它一定是在一个很有杂音的环境里，就是说会有很多人在说话的杂音里面，环境里它会再串出来哦，然后它会在不知不觉的一种情况下，你没有意识到他喜欢的情况下，他就会浮现在你面前，或是得到一份很突如其来的告白，这个可能性还蛮高的，在选择1号牌的朋友，然后你们的关系会慢慢的升华哈，虽然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可是一开始有可能不会在一起，可是会是一种蛮友好的状态交流。往下发展，可是两个人彼此都知道其实是有恋爱的状况的，可是你们却把整个发展的速度变慢哈。主要是因为是这张牌跟这张牌所开的门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然后开了之后后面是一个比较像是天桥的方式，是要慢慢走的，它不是一个直接走到端点的一个路径了哈。我看一下这里，然后它中间需要发生一些事情来去确定你们的那一份一见钟情是有基底的，所以这个确定需要一段时间了，它比较像是他的爬升比较像是说人的灵魂死亡之后，然后灵魂要到冥界的这一条路，他需要探索自己、回顾自己、反省自己，确定自己是要往那个方向走，还是要去投胎，还是要回到人间，在人间友谊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路径上。所以他这一条路径，他抽象的概念就是说，你们认识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是确定自己的心意是否符合一开始一见钟情的那一个浓烈度，还是只是昙花一现的，一开始是一见钟情的，然后只是后面的火花不强，还是看走眼，只是那个时候太梦幻了，或是喝了一点酒就喜欢上对方这样。这一条路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发生的几率还蛮高的，因为我在他这边所谓的一条路径跟交集上，它有突如其来的就产生蛮好的结合的一个状态。好，目前在选择1号牌的朋友会有这5条路径发生的可能性，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好，未来这里，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好，那给你5张好了哈，5张对于感情上的5个建议哈，动物灵卡来给你现在该听的5个建议哈。好。这一张，
好，第一个是说，我觉得第一个就讲的很清楚，你要净化一下你自己内在的一些黑暗面哈，那个东西现在是首要的，它在这5张牌也放在首要哈，所以从这5个点，我觉得这一条路确实是比较好，你要把它记起来，记得净化一下你内在的一些痛苦跟黑暗的东西。有一个诀窍，不是要你剔除，而是你要把它放进你内心一个你可能会忘记的箱子里跟位置，不要在午夜时分或寂寞的时候就常常把它拿出来啊！这是一种全新的进化的一个开端。慢慢的，你会消化它的存在，或是渐渐的跟他做好朋友，他会成为一种你的坏朋友，一直你生命中无法剔除的坏朋友，一直在你生命里，可是却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跟任何的思维，跟也不会弄脏你的灵魂的新的进度，好吗？来。好，这里是希望，他这边说你的生活生命上有一点失衡啦，哈，我觉得他这个失衡讲的角度是你的喜好有点失衡啦，就是你的工作可能。工作、朋友、家庭，就讲这3个当做比喻，可能你着重的点有点失衡，有点太着重工作了，跟朋友和家庭有点时间上跟关系上有点失衡哈。你要去注意一下，他现在在讲说你现在需要一点点的平衡感哈。那这份平衡感，我教你一个诀窍。他的这个平衡感，有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是应该说是你太执迷或着重某一件事情了。有一个归零的方法，就是先这3件事情都先不要管，都先回到你自己身上，让自己一个人独处、一个人旅行，都先不参加任何约会，不跟别人见面，过几天或1个礼拜之后，你就会达到一个平衡了。你心里的内心的声音会变得很大声，你甚至不要跟太多人做聊天，讯息的聊天也不要，你先让自己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你觉得的安静的状态，只能听得到周遭世界的声音，而不是你跟别人互动的声音。记得人跟人的互动的声音是最大声的，你要先净空这个，那你的内心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然后你看这边又是一个0号的动物牌它这个核心就叫你说你要回到一个最独立自主，只依靠一个人的状态所以它很符合前面这里。那再来这里是我想一下，是不是其实这组牌跟这组牌差不多了它这里是叫你净化自我净空之后，然后连续这样子下来之后，要达到一个完全平静的状态。它这里要求的是非常内在的平静的状态，一个平和的状态。好，然后再到这里的话，好，这里等一下我整理一下，它这里净化、平衡、归零，然后又到了平静。你看这4组是一个连续嘛？最后说什么？你的能量会回来，你会恢复到你拥有生产力、创造力的时刻。那个时候一切都会焕然一新记得要有这个流程净化净化、平衡、归零，然后再到平静。然后你就会找回全新的活力了。好，这是给1号牌近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好，希望今天这组牌给你一些桃花的方向感还有一些内在心理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那记得同样的讯息在不同影片中会重复出现，你要在意一下好，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桃花指引，桃花指引我会告诉你一些事件点可能的桃花方向的位置这是一个新的布局你可以听看看，以后会常用来，好，我们来5个位置好，我们一样，首先来看你所在的位置你的工作环境、你的朋友圈、你的家人圈，这样子就是你所能够遇到的各种人的一个位置，所会发生的一个桃花的契机跟几率点它的走向是什么？这个人会在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生活里面突如其来的出现，所以他有可能会是什么？他有可能是逛街的时候的搭讪，你去哪里喝酒的时候一个搭讪，他真的很像是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会搭讪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淡的恋爱感觉出现，它会在一个很特别、很平淡无奇的平凡的日常的场所里面出现在你眼前。那我来看一下他的主动性如何等等那在这里了，这个牌阵还是有一些布局的东西，我来先看一下。好，
来，我往下翻哈。你们的遇见在生活中遇见的时候，他会以一种想认识你、跟你聊天的方式跟你可能搭讪聊天，认识你一下。那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心里会感觉非常平静，对话上也觉得非常和谐，不会有什么很起伏或是很反抗的感觉这样。然后你们的关系会渐渐的不错，第一次的聊天就会觉得不错，甚至第一次一聊天之后就会就立刻会在附近找咖啡店，就这样聊起来了。你们会在第一次对话就会产生非常高度的共识。可是越聊着，你会发现说你跟他的距离还蛮远的。你会发现说你跟他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文化上啊、对话上、语言上，他甚至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一些腔调、口音这样，因为他第一次出现跟你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距离感非常重。那个距离感非常重，可是又有一种好不容易吸引到了一个从远方而来的人，然后又不想放弃，那可能在对话里面，甚至有可能会感觉到他有可能只来你这个城市一阵子，他要先离开一阵子，这样，他可能也不是在你这个城市定居的人，他可能是在别的城市或是别的国家，有这样子的距离感，可是你们之间的牵连也很强，所以就会觉得这一份连结不想放掉。那可是因为这张牌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人的核心价值是关系上是要慢慢爬升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之后呢，才会进入爱情的连结。所以它前面比较像是说，你们会像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一直做一个长时间的连结啦。虽然一开始搭讪的情况是比较像爱情，可是整个爱情的发展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变化，然后做做朋友的时间会蛮长的。这是你现在所处的最接近的一种爱情遇到的状况了。但没关系，这个发生的可能性跟实践能力可能不强，可是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情况了。没关系，我们还有5张牌来，来看这里哈。这个位置比较像是说你所规划的人生方向，就是说你对你的人生方向已经有所规划，你可能几年要买房子，几年要买车子，几年要存到多少钱，然后你工作可能要什么时候要到什么，要有一些升职，那你可能在念书什么，你可能什么时候要去念博士，什么时候拿到什么学位，你还想再去什么国外，这些你的人生的计划里，在这个你人生规划好的方向，你所笃定的，你所向往的一个人生方向里面，它是否会出现爱情呢？是否会出现适合你的爱情会出现？第一张牌是说，目前在这一条路径上并没有爱情的角度上是停滞的，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爱情的事件要在这里发生。这里是写说没有那么明确的东西了哈。那但是在人缘上面，你可能会认识更多更好的朋友，然后有可能在心灵上，你会结交，会互相结交，蛮好的，有点像是soul mate的感觉啦，它不像 best friend， 它有点像soul mate。这一条路径上，可能找恋人的话，与其说找恋人，比较像是会找一个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哈。那这一道门也开得不快，它会慢慢的才会打开。那只是到了某一个端点，这条路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折哈，它会在你在心灵更加的成长，遇到了有帮助于你心灵成长的人、新朋友、新环境，然后你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一些付出。它有一点像是说，你去参加什么公益社团，在那里去做了一个自我的实践，对他人有所付出之后，它会产生某种回报。它这里牺牲的点很重。那开始你对于整个世界或是整个环境、社会、亲朋好友的那一种无私的付出的感觉，已经到了饱和，而且你也觉得自然而然、怡然自得的状态的时候，你内在或是你的环境会打开一扇新的世界的门，而那一个新的世界的门会让你进去新的空间、新的领域。那在那个环境里，才会渐渐的接近你心里所想的那一个人，或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目前从这一条路上跟这一条路上佐证，你现在心里并没有很确定你所期待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这两条路都有一点点在等待你的某种升华，某种升华、某种改变、某种进阶，然后应该是说更适合你的爱情、更高阶的爱情，你更属于你的爱情，有在某一个门打开之后的未来在等你。只是现在的你比较像是准备期，这个准备期更像是你所需要面对的。
现在这个状况，急于遇到爱情，可能都无法抓住，或是不能理解、不能体会、不能深刻体会。现在好像内在的东西，哦，在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宇宙视觉的角度来说，如果为了比较更遥望、更远的、更适合你的人，更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状况、那个恋情、那个等级、那个品质，哈，我常常都把品质讲成等级，其实我要讲就是那个品质，那个好品质的首要，好像是现在自己内在的一个心灵的成长，而这一个心灵的成长、心灵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为他人的奉献跟牺牲啦。他现在有点比较希望你先练习比较没有自己、他人比较重要的这个体会，好像在你内在还没有很很饱和。哦，这个你可能要体会一下。好，没关系，这也是只是其中还有3个路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路径呢，它会比较虚幻，它会比较不着天际，它会比较天马行空，它比较像是说你梦幻式的爱情，你也希望遇到这个。你在看电视影集的时候或韩剧的时候，那些爱情故事，你希望也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一条路径，它的实践力如何呢？哈，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张牌就有一点像是困在自己的想象里了，这个想法会让你困在自己的想象里哈。然后，但是你会有可能在工作上面会遇到跟你差不多的朋友吧，都会跟你一样困在这种对爱情的不够不够踏实的想象里哈。你有这种跟你有雷同想法的人哈，那。等一下，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讯息出现。哦，好，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他说，这个想象虽然不踏实，但是有可能会实践起来，你可以期待，因为他这一个内心的感觉有一点点有很丰盛的爱情能量，它会让你的人散发出一种很渴望爱情的感觉，然后喜欢你的人或是本来不喜欢你的人，对你没感觉的会因为你身上有一些这种爱情的爱恋之后，会想跟你谈恋爱，会觉得跟你谈恋爱一定觉得还蛮有趣的，会想冒这个险，会想试看看跟你在一起会创造出什么，然后你一直保持着这一种对爱情的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更浪漫的、更不切实际的，可以，因为它这一个你的形象跟你内在的灵魂，其实会唤醒一些不期而遇的恋情，有可能会在很难以预测的状况里面跑出来。然后，嗯嗯，它有一个难以预测的变局啦。所以这里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分？这里是一个非常务实扎实的一条线，这一条是天马行空线。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来看？就是因为爱情并不会一定发生在一个稳定的状况里，它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很混乱的风里才发生。这一组就是它有很强、很混乱的风，而且还强调说去冒险、去挑战、去开创一个你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境里面，那份爱情会因为你抱持着无限的渴望跟期待，虽然不着边际、不切实际、天马行空，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孩子的梦想、孩子的幻想。可是他在这组里面发现说，有人会欣赏你这点，有人会喜欢你这点。你在某个人身边很幼稚、很可爱、很童话，告诉他说我喜欢去迪士尼乐园，对方反而更加的喜欢你。你希望的是那种童话式的梦境爱情。对方反而更欣赏你，更喜欢你这种 pure 的本质。所以这里在选择2号牌朋友里面，他觉得这个是认同的，这是可行的。你可以一直保有这种状况，期待爱情是没有关系。你在别的生活上表现得非常扎实、非常踏实。我是一个很认真在社会上生活的人，可是你内心可以保持着对爱情的感觉是非常幼稚、非常童话的、非常年轻的。这边是支持的，而且它能让你保持着你本身的某种很特别的魅力。这边是支持的哈。好，来，那。这里呢，我们要看的是，你是不是需要用换的？你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很不情愿的挑战，去做一些跟你本质上的喜好完全相反的一个路径上，才会遇到爱情呢？他这里比较像说，你必须要付出一些别的东西才会遇到爱情，这样哈。我看一下，这里第一张牌是说没有一定。也不一定要往这条路选择。那这边又说，在这个你不喜欢去的位置、去的路径里面，你本来都会排斥去的一种方法去做的一个挑战。
里面确实是有意外惊喜，而且里面有可能会出现拉扯你、帮助你的贵人，也有可能会出现哈。那你不易发现它，但它会自己跑出来过来帮助你。然后这一条路径上有些微的水能量在往上面慢慢的爆发哈，也有。这里有很多适合你的人，可是都不算是爱情非常认真的人。但是你在这里会感受到世界的一种丰沛性哈。你可能会跟很多人都有一点点暧昧，有一点点恋情，有一点点好像要进入恋情的感觉。然后你会在跟很多人互相的好感里面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真正的爱情在哪里。可是它的好处是，你会看到这世界的丰富性。你会理解每个人的故事、各式的风潮，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而且每个人好像都可以喜欢我。那这份会变成是喜欢跟欣赏，还有相处的感觉很好的一种复杂性里面，感受到人的情感的丰富度。这一条的路径是这样。那这条路径看起来有爱情吗？水能量是在这里面，我觉得最丰沛的。可是它的水能量是一种很混乱的，被风吹起的，很混乱的，很像是那种风很强力的下雨天，你不知道这个有点像是台风来之前的那一种，你不知道雨要从哪里进来的那一种水能量哈，它不够稳定。可是又告诉你说，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你有可能会遇到你生命中的贵人，帮助你很大的贵人。可是他这个贵人是属于爱情的吗？他不是，他是属于你心灵成长的爱情的人。这里有很多的未知，非常适合觉得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要找爱情，然后你本身又是一个喜欢未知、喜欢挑战的人，喜欢去做一些冒险性的人，喜欢去感受到高风险，风险比一般就是不稳定、风险比较高的，你本身是这种个性的人的话，这里再告诉你说，往那个方向走，确实是有爱情，而且能感受到很多的爱情。可是要感受到能确定下来的爱情，这也没有给答案，但是它能够让你知道那边有非常多适合你试看看的爱情，因为这边的未知很多，但是他告诉你说意外惊喜也很多。好，2号牌的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的朋友吗？好，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朋友，相较于其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像你的。好，你可以保持在一种对爱情的期望是天马行空的、随机出现的，哦，更童话式的、更不着边际也可以哈。我仔细看一下哈。因为在这张牌还有一个东西，可是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一个像一点。其实啊，这里，哦，都是一种内心你好像在下一个爱情出来前，一个稳定的、确定的爱情哈，稳定、扎实的爱情出来前。这3种路径都在告诉你说，你对于你自己内在的肯定到了什么程度？你喜欢你自己吗？你肯定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吗？你确定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适合你的吗？那你有很多的不足吗？那这些不足，你想要去做一些挑战，去把它补齐吗？还有，你愿意少一点自我，多为别人付出吗？然后经过了这一个动作之后，你更加肯定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或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对其他人来讲，你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确定了吗？你想确定吗？你看到了吗？你感受到了吗？这里有很多这样子内心心灵需要成长的一些关卡。我想这张我先还没看。这一个我把这3个都解释完，我再来回顾看一下这个。这3张都有一点点叫做你内心真正适合你的爱情的品质，比你现在你自我的品质再高一些。如果你要遇到那个更好的品质的人的话，你现在需要提升一下。这个路径你有能力，只是你好像有点忘记跟忘了花那个时间去提升一下那个品质，因为你内心更适合的，你可能会更期待的，你开始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时候，你想期待爱情的品质会比你现在的再更清澈、更完整、更高一点。并不是说你要到了那个品质，你才能够看得到他，他才会喜欢你，不是，而是说当那个品质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还没到那一个你所要求、所希望的品质的话，你会追得很辛苦，他不需要你追逐他，而且这是一个良好的局面呢。你对自己的自我的品质提升了，你还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品质旗鼓相当的人，
而且相处的还会比较自在融洽，你不用追着他，不是很好吗？而且自我的品质提升本来就不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看到更好的世界、更宽广的世界所要做的东西。所以他所要的关键，第一是说可以去冒险，可以去为别人多牺牲一些，可以保持自己一些赤子之心，不要被因为生存而去复杂化了，或是老了。熟透了的人生概念，这3种东西你原本就有记得要保持下来哈。你不要因为你生活上遇到很多挫折之后，你就不再挑战了哦。你不要因为你生活中学到了很多生存方式，去公司上班遇到了其他人，大家都太严肃的时候，而忘记自己小时候的那种单纯跟赤子之心。哦，然后也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而不是尽可能要去分享。这边说的奉献。为别人牺牲，你更多的是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分享了。所以你在这3个特质上做加强之后，你的内在的心理成长就会更高。那回到这一点的随机性哈，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人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种外力的启发，因为它有可能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种这么奇异的状况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开始相信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你会相信一些你无法掌握的故事线，所以这条线在告诉你会相信一些可能性，你会相信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后面所带来的可能性，在这3个点都有在暗示这个东西。好，慢慢放我就看到这一个连接性了。好，希望你跟意会到这一组这个底下讲的那一个小小的智慧了。哈，很多的智慧比较像是说你很难做比较，它不是用来比较的，它也不是用来做选择的，它是提供你一个没有思考过的思考层次，那就是智慧要在启发的地方了。所以他这边在提供你这个思考层次是说，至于心灵成长的重要性来说，你是不是没有找到检视跟看待自己的方法，对的方法，适合自己的方法，爱自己的方法呢？这一个它像是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它离智慧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可是我相信这一个斟酌跟这个搅拌需要一些智慧啦，因为这样子看起来2号牌的朋友，你们对自我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啦，哈，这一个不确定性让你离想要确定一份爱情这2种肯定不太对等，哦，好，这样讲太严肃了哈，所以但是我先到这里就好了。反正再讲最淡一点，这样再轻一点，就是你现在很有能力提升一下自我，可以先去着重一下这件事情哈。从分享、挑战跟保持内心的纯净这3个方向，你先做起来哈，先去重视一下哈。你有机会，你也有空间把自己的身心灵再提升一下哈。好，来，我们来看这一个点。这个点要讲的是说，有没有可能一见钟情啦？有没有可能一下就遇到一个跟自己非常有共识的人啦？可是我觉得这张牌在这里有出现，这张牌这一个突如其来的人，他一出现的时候，他确实就有一个一见钟情跟非常有共识的感觉。可是因为这边有说，他离你的距离真的非常远。文化背景地方，你们相遇可能会在一个你们都不会在那边扎根住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在一个旅行里面遇到。可是你们2个都不会住在这个国家，你们都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有这个状况。它这个算是一个启示，它在启示什么？你看待这个世界，你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你可能遇到的故事，不在你所局限的想象力里面，它超越了你的想象力。所以要相信这个世界的可能性，要去多去触碰更宽广的世界，才有机会遇到像这一次的邂逅。好，然后你可以套回你的人生的际遇里面。你在分享的途中，在挑战的途中，在保持自己内心纯净的途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看的视野有更宽广，人更多。尤其在这些情况下，你会接触到很多反对你的人，跟支持你的人，那些都在你不做这些事情之前没有出现，后面才会出现了哈。来，会不会遇到一见钟情的人？这边说，本来有，但是进入了一种有变数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绕远路了，他被其他事情拉远了，这样子。好，有，好有，有，我这是说，我就简单说，有，但是这是一个蛮扎心的
份爱情，也许会碰到一见钟情，一开始就热情如火的，一开始就非常强烈感情的，但是要小心，这一个可能不会持续太久，而且它会有一点点小伤害、小痛苦，要小心。这整个故事来的速度很快，有这份桃花显化的也很快，你们两个人的默契也很快，互相喜欢的程度也很高，对彼此感觉很高。可是它后面会带来很深的烦恼，反正我觉得这一个只是一个瞬间啦，一个爱情爆发的瞬间，你近期跟这个方向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所以这边在做的一个是提醒，是说遇到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路径，可能是一个100公尺，现在走到50公尺，还有后面一半的路要走到他面前之前，这边做了这个提醒，他在告诉你说，你遇到他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见钟情，两个人的能量跟具体显化一份很棒的爱情，都有这些能量，都有这些支持，都有100%成功的效果。然后你们两个会有一个短暂的觉得生活感觉也不错，相处起来也不错，很多频率都很不错。可是慢慢的会发现，其实你们两个是在爱情上给自己非常徒增烦恼的，表示说，当你们挖掘到不同面向的时候，才会发现说，确实一开始的那一个一见钟情是一种昙花一现，是一种一次性的烟火。这边有在做这个提醒2号牌的朋友，所以你要小心一下哈。当你立刻要陷入一份爱情的时候，记得要停看听哈。那这组跟这里都相似，因为其他地方的都节奏感都很慢。尤其这一组邂逅突如其来的爱情的时候，它却因为你们两个的不同而拉开了距离，所以它也在暗示说这一组跟这组的不同，也告诉了你这组需要逃离的建议。然后这里就告诉你说，它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逃离。这两组其实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联，有一种互相提醒的，像是这组在提醒这里了哈。那这个讲的比较斩钉截铁了哈，小心那一种来得快的爱情感觉要小心哈。好，来，我来给你5张动物灵卡来给你看一下这一次爱情指引的5个建议哈。其实今天这组牌已经很多建议了，我也没有想要往那个方向走了，但是他怎么走就怎么说哈。3，这一张。好，第一个是说，你近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局或情感上的变局，你要适应一下哈。你适应的很快，一下就会适应起来了啦，不用担心哈。那再来，要相信你内在的直觉跟灵感哈。女祭司牌最近在你内在在强大的去影响你一种内心心情上的平衡。记得你现在心理上的平衡非常重要，心理上的平衡跟安静非常重要。他在讲说，你可能要面对比较起伏比较大的事情，可是现在先习惯那一个平静，做一个事先的准备啦。会在东西来的时候，会能够更显化你所想要的方向。其实这2张牌一样，平静准备，先准备好内心的平静，来去准备面对接下来的起伏，好吗？好，来，那这里，你在这一个经历里面，要记得要足够就好，你觉得内心丰盛就好，不匮乏就好，对得起自己就好，然后不需要贪于别人就好，自己足够就好，要保持这样子的心态哈。再来，慢慢的，你会有个人内心信心的一种提升啦，你会有一种做人处事的看法见解有再更宽广一点。好，那这个是短时间的告诉你说，平静很重要，平静内心的平静平衡是为了。它很像是前面一个大浪来了啦，大浪来了，然后可是你只能站在一个浮板上面，你先好好的站好那个浮板来去迎接那一个大浪过来，你绝对不会掉下去的。那等到经历过了这个大浪之后，你会发现说，你有更有自信去迎接更大的浪，还有你比别人，你心里会有一个更大的自信，是你比别人更能保持平静，未来遇到任何的波澜，你都觉得没有那么麻烦。这一次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考验哈，但是我们先排除考验，这边要讲的是说，
其实你现在内心的浮动已经有点高了哈，已经有在起伏了，先维持一下平静，你有那能力维持平静了哈。因为这张牌告诉你说，你其实是一个面对很多事情的变局跟变化都适应的很好，能够找到方法的，你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不要忘了你有这种能耐，不要忘了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能够保持自我安定的感觉。可是近期好像因为有太多事情突如其来而来，或是选择很难选择，突然发现你突然有一点点好像失了方向，又没有失了方向，你有很准确的方向，可是你又觉得你握不住，那些你不确定的方向，好像又在默默的影响你。这种噪音、这种起伏一直在影响你。你要回到那一个你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自己，你能够在各种紧张情绪里面找到平静的自己的那个状态的自己，好像有点被忘记、有点被遗忘，或是有点忘记你擅长了啦。你要把那个熟悉感拿回来。这边有在讲。好，这5张牌给的就是这个一个建议哈，那你可以把它套在人际关系里面。它这一组我觉得它不太像是套在爱情里，对，它比较套在人际关系里面，主要还是内在你自己的一个平静感。那回到跟这5组对照来说，这组算是一个提示，我们先不看；这组算是一个偶遇，我们先不看。我觉得比较着重在这3套。记得他也给了3个关键知识：冒险、分享、纯净。这3个点，这3个关键字你要注重一下哈。好，那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有些讯息在别的影片也会重复出现，你要留意一下，你要在意。那2号牌有点深，它需要某种体会才能滋养出一种新的自我认定跟提升自己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很难直接教你，只能告诉你说它有一些提示有出现。你可以不用现在立刻想出来，你只需要听到，你的身心灵，尤其是身体，会慢慢的消化，会在你在某个梦境或在某一刻走路散步安静的时候，它就找到答案，它就会跳出来，好吗？你会理解到这些东西的组合答案在哪里。好，不要急，不要急。好，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桃花指引。桃花指引。那我会给你一些可能在你身边会发生桃花、会发生恋情的一个事件点的位置跟方向你仔细听看看哪个情境会比较适合最近的你爱情发生的一个路径来这个核心的，然后我们来5个位置1、2，再来，好，这里，好，我们先来看这里你现在这里要讲的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如果不做任何变动的话，爱情的方向的发生的状况，它其实是太阳牌，然后结合了它有一种觉醒啦，也就是说，这个爱情的觉醒可能会在这里会出现，可是它有关于的是说你自己个人内在的一种经验啊、心智啊、能力上的一种提升之后，会产生你一种身心灵上的一个其他的觉醒之后，这一份爱情就会被照亮在你眼前，才会比较容易发生它不会无端的就出现，它还是属于一种你自己的个人的一种能力，我觉得它比较偏向能力上面的往上提升的状况了，所以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你可能会去学习一些课程，学习一些语言，对你自己各方面的生存能力方面有所提升的一种环境跟场合里面的时候，在那个场合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出现的几率就会比较偏高，爱情发生、桃花发生的几率会变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个人魅力可能也会提升啦当然啦，你能力都提升了，个人魅力怎么会不提升呢？来这边你看又在强调了所谓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挖掘跟确定然后可能这段旅程里面会有一点孤独，会有一点点觉得埋头苦干，然后也有可能没有什么心思去找到恋人。当你真正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就像你去一个语言学习的地方的时候，然后你会很认真的想要去学习，你没有想要谈恋爱，然后里面有很多考试，还有很多鉴定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对于爱情的想法可能会慢慢的减弱。可是也是因为这一个转变，你内心的转变，对于爱情的期望跟渴求慢慢的消弱之后，那一个很好的转变期跟那个边界就出来了，它反而会让你散发出一种很不错的桃花跟一种魅力，反而的人会看到你的努力跟你的热情、专注度，然后慢慢的喜欢你，就在你身边，然后你们的关系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改变。所以它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在你现在身边的人跟你的感觉上的一个
转折点啦。那主要还是那个钥匙，还是在于你的个人提升的魅力随之而来所产生的一种他们看你的视野比较不同，对你的感觉比较不同啦，然后才引发出他们对你的喜欢有那种全新的角度。就原本对你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突然发现你一些珍贵的地方，就开始喜欢你了，暗恋你了，这样他会从这个地方做一些转折。那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不够快。不会很快，它会慢慢的发展出来，所以它不会是明天或下个月就发生的，它是慢慢的累积出来，浮现出来。但是这一份爱情一爆发的时候，会直接进入爱情，会是一种告白的状况，会是一种很明确的告诉你他喜欢你，因为他在你旁边已经潜伏蛮久的，他已经知道他喜欢你什么了，只差一个告白跟一个确定而已。所以这是现在在你附近比较容易发生，不能说比较容易发生，我觉得是这个爱情能量发生的状况比较强的一个东西。来，我们来看这里，就是你心里所期待的爱情发生的故事的模式，你想象着比较不切实际的、比较天马行空的、比较梦幻式的、童话式的、电影式的这种爱情会发生吗？路径上会发生吗？金币石啊，是肯定句，但是故事复杂度有点高，它不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可能中间有情敌，也有可能情敌然后也有可能是好朋友，交到新的好朋友，就是说在爱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是爱情发生，结果只是交到好朋友。那再看一下这里，确实是蛮有可能遇到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心里所期待的那个爱情的样子，但是不确定感也很重。也就是说，这个人也许会出现，但是没有那么一定，在你们两个遇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要立刻确定爱情。也没有那么一定，但这个人出现的几率还蛮高的。但他出现的时候，他跟你的关系有很多元，好朋友的情况还蛮高的。就算你们两个彼此有在第一次时间遇到的时候彼此也还蛮喜欢的，但是他也有一种走向家人的走向，你们的默契跟适合度还蛮适合走向家人的。一开始确实是有互相喜欢的感觉，有恋人，可是能量也不强。他有一点点阴错阳差的，这个你期待已久的这种人，你觉得他很好看，他讲话的声音是你喜欢的，他的个性也是你喜欢的，他的各种，他是你的菜，他是你的大菜各方面。可是很奇妙的，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走入了好朋友，很好沟通，很好聊天，然后中间有很多的隔阂，他跟你的朋友的关系，你跟他的朋友关系，还有工作上的关系，中间有很多隔阂，让你们没办法直接变成恋人，也不好跟别人说你们想成为恋人。然后你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个默契，想要偷偷的在一起也没有。可是心里的互相喜欢，看彼此的互相的眼神，彼此的害羞，彼此讲话的谈吐的句子的选择，都让你们觉得其实你们是互相喜欢的，可是却没有那一个想要往下走、想要在一起的共识。有这个讯息出现哦，但这个爱情有出现吗？有。他是你心里期待的人吗？有。那没有一个确定会在一起的讯息，但是这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有很顺的风把你们两个拉扯在一起，但是他会一直用一种很欢乐的朋友关系让你们两个在一起。那如果你们接近的浓度跟次数各方面都很高的时候，他会累积你们两个人的共识语言，然后成为家人。他这种比较像成为家人哦。基于这点，我帮你翻。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帮你翻，成为恋人的几率、机会的数值就2张。这张就已经说没有了，好吗？这张也是家人，那份关系比较稳定。好，那这条线的梦幻大概就这个吧，但也不错啦，算是一个开创出一个蛮好的关系。来，我们再来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比较扎实的啦，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提升自己，好好的照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走，完全排除于爱情的这一条路径上。我想要很好的事业，我想要很好的学历，很好的学业各方面，很好的人生的成就感，社会的地位，这个路径我自己设定好的，这条路上，你会渐渐的，或是就巧遇了那一个你的恋情吗？这里说，这里并没有马上支持。这里说，确实这条是比较难走的路，这条路是比较难找到爱情的路。这条路要专注的东西好像也不是爱情来，但是好像有不错的路径，我帮你。
好，就照着他说的哈。但是这一条路虽然看起来不像是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但是走着走着确实是有一个不错的门会打开。然后当你们相遇的时候，其实你们并没有很强的直觉，觉得你们会有在一起的感觉。可是你们的心灵的交流、内在性的交流、灵魂的交流也很深哈，能够谈论到很多不同的事情。那你们两个有一种互补状态，你们的人生所遇到的经历的事情，尤其是心灵的挫折的故事不太一样，可是得到的收获却很相同。那你们在平常的交谈里面会成为一种比较像soul mate的状态哈，你们很了解彼此，很了解彼此的经历，虽然经历不太一样，但是却能够说出彼此想要听到的话，会在人生里很重要的时机的时候出现，跟互相寻找，跟互相寻求协助，然后都能够在心灵上得到一些破解跟难题的破解。它比较像是说，你可能人生走到低谷了，但你会想到第一时间就想到去跟他聊，可是他只要几句话就能够破解你现在心情的低落，赶快把你拉起来，你们彼此会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很像你收就是灵魂伴侣，可是却没有要在一起。这边，这边它确实是一个很遥远的，你会遗失的一个恋人。很了解你心里的人，但他不会在身边。这里在讲的是这个，讲的是说你在你自己的人生设想的你的人生的路径上，你可能什么时候要买车，你什么时候要买房子，你希望存到多少钱，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职位，说要得到什么样的学历，或是你什么时候要念到博士，要去哪个学校，这是你人生的历程的设定。你在这一条设定上面，你只会遇到你的soul mate，这个人是可以成为你的恋人，但你们没有要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一辈子这个人都会在很遥远的地方支持你，也不会见面，但是会联络，会保持联络，觉得不远，但是也没有很近，你也没有遗失他，可心里都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们有可能在一起吧，可是好像没有这一条路径出现哈。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简单来说，在你所追求的人生历程上、工作上、学业上什么各方面，这个生活上、生存上面的时候，就不要太想爱情了，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上面就好了。好，爱情不会在这一条路径上出现，它会在其他特别的方式里面出现了。好，我看一下，三张牌都，我跟你说，这三组牌讲的都是没有确定会在哪个情况出现，它还在某个地方漂移着，而且都有一种爱情有出现在面前过，怎么都不是直接就爆发出来的，好像都要经历过一些改变，跟经历过一些等待，所以最核心这一个比较接近这一个人潜伏在你附近，看来他是一个暗恋的状态，在蓄势待发的跟你告白的状态，所以你个人这边都在讲说，你专注一下你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没有，不需要去寻找。3号牌的朋友，这边就是说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找，好，那这里有2个嘛，这组在讲说这一区在讲说有没有可能一见钟情，一下就达到共识，那个昙花一现，也不是说昙花一现讲错了，就是那个水火能量突然爆发的那一个瞬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面，近期或是方向来说，会有这个几率很高吗？有等一下，除了有之外，还处在一个这里有3号牌的朋友，你突然一见钟情，遇见他，2张牌都有而且是处在一种你可能会遇到你的 twins， 遇到另外一个自我，遇到一个跟你非常契合度很高的人，有呢，这么完整好。3号牌的朋友有一个蛮高的几率说，是有一股很潜在的水能量的协调好的能量，是协调好的受祝福协调好的，而且是完整度只缺一点点的，有点类似虚幻，可是其实是扎实的一份爱情正在往你这边走了，而且当你们遇见的时候，就会有爆发型的能量。它完全排除了这3种状况，它这里的可能性有比较高，它有受祝福的能量而且是已经协调好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是2个人能量都是已经完整的，而且你们的连结是靠很强的力量牌，加上这组牌下面还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你们
彼此能看到彼此最真实的自我，还能够看到彼此的还能够像是遇到了另外一个自我，而且你们彼此还是自己缺陷的一个镜子，有互补性，还能够照亮彼此的缺陷，还做一个取舍帮忙。在某种角度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相遇。至少这3张牌讲是这个，但是后面2张牌讲了一个比较要小心的点是，它在初期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种幻觉，然后有点不踏实，你可能会回避。可能会因为你之前的爱情经验，你会回避，有这个感觉哦。然后这边在讲的是说，这一个人的出现会对你的生活上带来一个很突如其来的大改变，那会对你的生活有改变，可能是时间上的改变，可能是情感上的改变，但它也不是完全都是坏，它可能是好的，它有可能会让你认知到说，这才是爱情的发生，因为那火能量很强。它这个让我思考一下。它这里比较像是说，你内心的某种挣扎会出现，这个挣扎比较像是说，你要投入爱情吗？因为你已经感受到很浓烈的爱情了，你要投入吗？还是你被拉扯进去了？你要反抗吗？还是你要不顾一切的去感觉吗？他内心你会有这一个挣扎，所以他会有一种翻转的感觉。因为这里我觉得更大的讯息是，你会第一次对自己说，这也许就是爱情吧。是不是？你会对自己怀疑，会去确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提问是这样提问？因为你内心产生的那一个不确定感是处于在一种幻觉里，它在一个真实与幻觉里面做提问，所以你会有点不确定，说这一个看起来这么真实的感情出现的时候，可是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浓度，然后少了很多过程，少了很多相处，少了很多培养，你会当下会怀疑说，爱情确实是有在第一时间出现就爆发的这种情愫吗？这种情绪吗？会有这样子，随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已经在你经历过好几次爱情之后才发生。有些人看到这组牌的时候，年纪可能也比较成熟了，35岁、40岁以上，你经历的更多，看到别人的爱情故事也更多的时候，你会更怀疑这个东西在你眼前出现的时候，确实是愿意投入吗？所以这题在这里虽然是很有可能在3号牌的朋友里面出现，可是他给予的更多的是思考，你怎么思考这一件事情？现在幻觉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之间的连接到底是什么？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审思的片刻，对人生来讲，好，当然这个状态跟其他我觉得是有所相似的。我会以这组牌这5张牌的强度，加上我自己个人的主观，我会有点抗拒去支持这一个。可是我在牌面上，我又觉得说支持这个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会比较希望是这个，可是这里的能量都有点飘逸不定。它虽然有点趋于稳定，趋于有顺序，可是它的延续性跟浓度都取决在别人的决定上，而你会在别人的决定之后做下重大的决定，就是他就算跟你告白，跟你讲了，你也不一定会接受，它只是一个爱情的发生。可是这一个是你想接受之中，却带来了某种抗拒，这种某种挣扎，我觉得并不算是完全的幸福，可是这一份爱情来的时候，却是用幸福的概念来的，受祝福，完整度又很高，牵连的力量又很强。这个是我们近期翻来牌里面，我觉得最完整的一次，在3号牌里面，所以这是一份考验。好，因为后面给了2张牌在提醒你说，你会有一种现实与幻觉的思考的考验。你要投入吗？他也没告诉你说投入好或不好哦。你要投入吗？还是听一下？这个就是你的题目来了。好，我只能告诉你讯息是这样。好，其他的考验或什么，它会在你的思考的过程中，你会发展出自己的智慧。那这里我就没办法给你，因为这边没有东西，我也不想去翻出来。我觉得这一个你自己产生的智慧才是属于你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好，来这里，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跟你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向，你害怕去的方向，你不想去的方向，你从来没摸索过的方向，它属于一种比较挑战的。譬如说，你就是一个很抗拒去讲西班牙语系的或英语系的国家的人，结果到那里有可能会遇到你喜欢的人吗？他不一定是外国人，他有可能也是跟你同一个国家的，可是会在那边相遇，会在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环境跟去处里面遇到爱情吗？哦，有路径哦，有路径，有那一个路径，但是有路径，有可显化的点，哦，能量也是够的。我觉得选3号牌的给了蛮，哎呦，
好，这一张，哇，好，在一个你不太去的空间里、事件里、朋友群里、国家里、旅行里，你反抗的本来就在你的选择不在前三项的那一个选项里的世界里，会遇到他吗？会。但是不会一开始就遇到，当你投入之后，要走一阵子之后才会遇到他。那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应该能够显化出你们想要的爱情，但是你跟他的差异性应该会蛮大的。但是水能量很强，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爱情的浓烈度就非常强。好，那在初期就有非常好的爆点，但是那一个爆点的高潮，情绪的高潮结束的很快，在结束的时候并不会直接断掉，因为你们的水能量还很强，所以会有一种延续性会下去。所以在延续下去的时候，你们必须要选择说要用两个人相处要保持距离、平静的相处呢，还是就选择浓烈的往下走下去，还是去问问别人的意见，还是就耐心的听看听，边走边看，不需要决定的这么快，就是说不需要决定要马上变成爱情，还是先从朋友慢慢往下走这样子。好，另外一种是选择当然自然而然的发生了，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我们以后再约出来再见面就好了这样。那另外一种是先保持距离，拉开距离，也不是欲擒故纵，就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感觉有点太浓烈，希望平静下来之后再来看看这份爱情，就是比较像听看听的关系啦。那另外一点确实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种你问问看朋友。跟你的好朋友之间，好不讲讲你当下遇到这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一组跟这组不同的是，这里我们没有讨论到你们的个性各方面是不是不同的遇见，它的核心不在这里。可是他告诉你说，其实你们是雷同的，所以你们遇见。好，这跟这里的差别在于这里，这里一开始就设定好说背景上跟关系上。可能连语言上、文化上、想法上、价值观上都是不同的。在这种完全不同的状况下，你们遇见的时候还适合在一起吗？这里是说可以在一起，而且你们还会达成一种某种奇怪的共识，奇妙的共识，而不是奇怪的共识。它比较像是，它也像是一种遇到类似的自己，在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自己，然后你们的相遇，然后你们相遇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爱情能量会跑出来，而且其中还发现说你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的，有好的语言模组，这样一开始爆发的速度会比这里再快。爆发的能量会比这里再快，主要是因为恋人牌有出来，恋人牌跟魔术师牌有出来，这两张牌出来的时候，爆发的能量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爆发的能量比这里强。可是这里比较类似一见钟情，这里比较像是一种，怎么这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熟悉感，好像我们认识很久，或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代、另外一个上一世就已经很熟了，你们就觉得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么熟？语言模组各方面都很熟，而且情感的连接也很重，好像很想依偎、依赖跟不想离开对方的感觉。它很像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你们就可以在街上一直散步聊天，然后不想分开，一直找理由说不要离开这个人，一直找一些小理由说我们再去这边再吃一下，我们再去这边喝一下，就是不想分开，会把一整天的时间用完，就不想离开对方的那一种浓烈的感觉。主要是因为这一个双子恋人的能量在这边展开来了啦，因为它比较像是什么？它很像是一种遇见神明的一种奇迹感，你渴望的一份很高尚的爱情，你觉得遥不可及，从来都不会摸到。可是在这组里面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永远都你就不想放开，因为一切放开的时候，就会一切就会回到平静平凡。你会不想回到那个平静平凡。这边有一个很强的特殊性在这里爆开，这里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很强的审思思考，说爱情是什么。这里比较思考的或是感受到的比较像是说，一份遗憾跟珍惜正在你的思考里面做挣扎。因为这组有一种直觉上跟感受上会快速流逝的感觉，但是不是说一定会流逝掉或是失去。但是你们在初期相遇的时候，会很想握住彼此，这个就没有要握住彼此。这个感觉上说不需要握住彼此，它就已经出现在旁边，也跑不掉。只是你相不相信？而为什么我对自己提问说我相信吗？为什么会有这个提问？在这里就没有这个提问，这里的问题是别的。好，那这组啦，爱情发生3号牌的爱情会发生的比较突如其来。所以在这2组牌，它是一个没有方向，它是一个随机的。那如果真的要讲方向的话，这里比较多的方式是说，
今天可能有人约你去一个饭局，可是你不想去，因为你不熟，那边的人都不认识，你也不想去，然后去的地方你也不熟悉，那就是要去的时候。或是大家你的朋友说要去一个国家，但是你不想去那个国家，你对那个国家没兴趣，那就是要去的时候，要去旅游的时候，这样子要去一个你不喜欢、陌生、恐惧的地方，才会有意外惊喜。这组是这个，这个呢就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状况，它就是突然会跑出来，它也没有方法，这里就是突然会跑出来，而且会有非常强烈、浓烈的感觉。这个会好，在学长三号牌的朋友，好。至于这里，这都是路径比较长啦，它需要一些慢慢的发生，这里就是要慢慢的发生，它没有这么快。那我觉得反而是这一组比较小可爱啦，因为它这一组其实中间这一排是最接近现况的，最接近你现在的空间、最接近的时间点。如果你有在工作以外去参加什么课程，去做一些自我提升的一些题，比如说上学日文、学英文、学西班牙文这种课程，还是你去学运动、健身这样子，那种课程里面，它会在那里出现，而且它已经在那个环境里徘徊，它只是在找机会，觉得时机成熟，或是对你的感觉更浓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类似告白的举动。这里这个是比较稳的，这两个都是比较随机，但是都是绝对浪漫的，浪漫值很高，你可以期待一下哈。来，我们来翻5张牌，给你5个建议哈。至于看完这5组牌之后，然后给你5个心理上的建议，看它的指引顺序是什么。好，看一下哈。OK， 这边强调了你自己的这边有在说无论你遇到爱情，譬如说这两，我觉得他在提这2个。当爱情快速出现的时候，记得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决定权，保持自己的自我不要因为爱情出现的时候就太快陷进去，太快成为一种服务型的，想要依赖别人的，他做什么都好，就因为害怕爱情会在眼前稍纵即逝不要记得要保持你最原始的自己一定要保持你最原始的自己，你的原本的喜好的决定要保持下来，不要因为爱情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有所摆动了16、19、然后这里说，内在的直觉还是蛮强的一份爱情出现的时候，你觉得这爱情是好是坏，内在的直觉很重要而不要因为对方在表面上对你很好，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靠近的。没有，你内在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其实有一个危机感，有一个危险感，有一个想要逃避的感觉，想要远离的感觉出现的时候，记得这个直觉很重要。你可以去问朋友，好吗？记得你身边朋友去问他们，不要自己一个人靠自己去思考。这2张牌就有讲出你的独立性，不要去依附着别人。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爱情出现的时候，算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然后再来就是对人要保持好奇心，对人要保持好奇心，才可以挖掘对方一些你没办法看到他的好。因为人有的时候展现出他的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可能要1次、2次、3次才展现出来，那个节奏很慢。所以你可以去使用你自己的提问、自己的好奇去接近，跟他做一个很好的互动，你就可以去发掘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那这里确实是要知道，就是好奇心很重要啦。我觉得他通常提示到好奇心，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排斥你的武断啦。对于一个人的判断，你可能会认识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出现类似的人，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就跟我之前认识的人一样，所以他应该是这种人。没有，他这里的好奇心的提示说，你需要知道更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尤其是不为人知的那一个好，是需要你看到的，不是说他需要，而是你需要看到，因为那是你。回避武断一个人，去欣赏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跟关键这里在讲的是这个。好，这边这边在提示，节奏现在要再放慢一点。你的生活的节奏各方面要放慢一点，然后你近期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或是你现在的环境都是比较嘈杂的，现在你需要更高度的耐心。他这个耐心在提示说，你可能有些事情有点快看不清楚了，声音快听不清楚了，有点太烦躁了，安静不下来。最近安静下来的手段是要更有耐心，对事情要更有耐心。也许要忍耐，那就先忍耐，保持一下你的耐心，提升一下你的耐心的能力。让自己多呼吸，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多呼吸，多深呼吸，停滞下来。如果你真的有遇到你想要生气、想要抱怨，你那个情绪上来了，给自己一段时间，跟自己说：“我先安静30分钟，我再来决定我需不需要生气。”
等到30分钟到的时候，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在忍耐1小时，我再决定我要不要生气。你要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往下，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耐心的能力已经训练过很够了。等到未来再遇到很多你想要让你生气、想要抱怨的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层次。30分钟、1小时、2小时，你就知道说，其实你平静的速度很快。有的时候可能10分钟就平静下来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就能够因为这个耐心的等级往上升之后，你就能看到事情不需要你出手，事情不需要你去生气，事情你能够释怀，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慢慢就能看透事情的重要性跟你的距离。好，来再来这里，其实它算是一种动不了的牌啦。它在这里出现，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提醒你说，近期你可能会遇到事情不上不下，也动不了。那你要看到一个点是，它可能是一个新的转机要出现的时候。你的能量上有点在超越你的意识，在拉扯你，它有点像在叫你不要做任何决定，我们静观其变，先不要做任何决定，让故事自己发展下去，让故事先自己发展下去，让其他的人生发展下去，我们先什么都不要动。所以这一个让你觉得不上不下的感觉，并不是要你现在立刻去解决，也没有要立刻去打通，也没有要立刻去顺。有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契机点，是叫你说先按兵不动，先不要动，我们停静下来，先观察一下。好吗？有的时候是这个点哈，因为这张牌后面其实也有塔牌的能量请你期待一个打料重练的时刻啦，会有一个可能跟你没有关系的转折，在其他的故事线里会发生，所以你先不要动。好，等那些故事线做了一个大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做决定，我们再来看那个时候新的契机才会出来。好，那在这5张牌给你的建议跟现在生活的一些建议，它可能不会直接套用到爱情啦，但是你听听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最近的一些方向感。好，那就这样。那记得不同的影片会有相同的讯息或雷同的讯息，你要在意一下哈。它重复出现应该就是有意义的。好，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